什么想法，也担心小的没有时间陪他。爱人他究竟爱我还是他的家？好男人夹在中间不敢说话。要知道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，人们的沟通的问题是否存在？两家的双亲世代该不该相互关怀？是不是见面少一点才会亲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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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点？上有老下有小，当中还有吃不消。家有老如有宝，每个人都会老。你敬老我爱笑，养儿才能够防老。上有老下有小，这样的人生才美好。上有老下有小，当中还有吃不消。家有老如有宝，每个人都会老。你敬老我爱笑，养儿才能够防老。上有老下有小，这样的人生才美好，这样的人生才美好。扳手。哦，来，哎呦，钳子。钳子，那，哎，行不行啊？哎呦！怎么了？叫电工算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，小心一点就行了。小心啊！哎呀！怎么了？摔着去了？摔着了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摔着点要紧吧？没事。哎呀！疼！哎呀，不要！郑初，怎么了啊？哎，宝宝，刚才为了装灯摔着了。哎，装，装摔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装灯啊！算了，明天叫电工再哎呀，妈来装妈是吗？呀，不听妈妈整改好，让妈妈满意，我是心不安，睡不着觉的了。坐下，装好的东西蛮好的嘛，换什么换？净想出新花样。哎，程初啊，你摔疼了没有啊？没有，爸爸。哎，程初，别人的话你不要全听，要不然呐，你双脚都用上了，都来不及。啊，没关系的，爸爸，就当运动运动就是了。不要担心啊。你行吗？啊，装灯。哎呦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慢点啊！哎，小心啊！起好了。好，那好。哎呀，哎呦，慢点儿。慢点。是不是很疼啊？现在不疼了。啊？小芳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那场戏呢，我是苦肉计啊。我故意装的是触电啊，让你妈看到我那么惨，以后就不提装修的事儿了。我那触电是假的，那摔下来可是真的呀。你看你，要真的摔伤了怎么办呢？真是的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你妈就一直把装修的事儿啊老唠叨个没完呢。你呀，骗老人就像骗孩子似的。老人嘛，就是小孩子嘛，你说是不是？
哦，对了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要把那2张好点的画呢，给你妈屋里挂上。那些都是精品，开画展用的，挂她那儿，她又不懂画。哎呀，你妈房间里墙壁空嘛，挂2张画就会很漂亮了。你那几张画，人家出那么多钱，你都不肯卖，挂她那儿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这有什么可惜的吗？我可以再画吗？最多等到展览会的时候再把它们换下来嘛。你现在就要去啊？是啊，打铁要趁热嘛，再对它进行一次感情冲击。如果这样做不行呢，我就不行礼。程初啊？怎么？你真的不怨我妈？亚芬，你已经问过我1次了，以后那就不要再问这个事儿了啊。谢谢你对我妈这么好。我来问你啊，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你跟你妈又是什么关系啊？那我跟你妈是什么关系呢？你明白吗？都是一家人嘛，那么客气干什么？嘿嘿嘿。走，我陪你找画。干什么？怎么这房子派别的用处了？要做监狱啊？我这成什么地方了？啊？那我，哎，我又不是罪犯，又不是坏人，我会烧菜，中央首长都吃过我烧的菜，他们都表扬我说我烧的菜好吃的。爷爷，你别慌，这是最时髦的家庭装修。你看别人家都是不锈钢的钢窗，豪华的这个防盗锁，哎呀，这是有派头的象征。我们以前没有，现在呀，我们要赶上潮流，对不对呀？哎呀，赶潮流，这赶什么潮流？真是。林巧，过来。哎，师傅，来，我帮你啊。工人把这个你要这个吗？以后呢，反复验收，然后再把工钱给他啊。哦，以后就放心了，只要把大门把好，就不怕爷爷随便怎么闹腾了。哎。哎，吃饭了。爸，吃饭了。啊。来，坐。来，好，我坐这儿。陈初，喝点酒啊。来。哎，好啊，够了，多谢啊，妈。这儿买菜方不方便呢？买菜倒是方便，就是贵了点。哦呀，这也没办法了，地区差别嘛。哎，不过这儿附近呢，离花鸟市场很近的，爸爸买花方便了。他是耗子掉进了米缸里啊！哎，程初啊，我这天井啊不破墙开店了，不过店还是要开的。哦，那是当然的了。今天呢，我忙着装修，没空去跑。明天一早呢，我去找街道居委会，请他们给你弄个店铺了。哎，今天啊，我到小区去兜了一圈。这儿的商业网点还真全，什么也不缺。我以前在老房子开的小店啊，再也不能开了。这是新建的小区，人家在规划的时候啊，早就考虑进去了。我想开个牛奶亭啊，虽然超市和食品店都有买奶制品的，可是这2家店啊离这儿比较远。我算了算，从小区中心到这2家店要走1000多步路呢。你看，天热、天冷、刮风、下雨都不方便。哇，妈你真厉害啊，连市场调查都做过了。我干了40多年的商业工作，我还当过国营商店的经理呢。这叫什么店呢？连你才4个人，其中有1个还是白痴、低能儿。哎呀，就是因为这样呢，才会诞生出许多企业家来嘛。老舍先生说过的，文章越短越难写，开店呢也是同样的，摊子越小就越难搞。对。程初啊，你样样都好，就是有这和稀泥的毛病啊。他一刮风，你就跟着下雨。那这样吧，你呢负责刮风，我呢就负责下雨。哎，谁叫我是你的女婿呢？
牛奶呀，我有进货渠道。哦，我同事的男人的外甥的侄女是乳品公司的供销主任。你的弯啊转得真多，就跟这鸡肠子一样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爸爸真幽默。啊，那这样吧，妈妈，你负责联系食品公司，我呢负责店面的事儿啊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哎，爸爸来，加酒。哎，爸爸真幽默呀。哎，来，干杯。哎，好，哎，令叔叔，哎，哥，你出去啊？啊，我约朋友喝茶去。早点回来啊。我陪爷爷了。爷爷，哎，你回来了？哎啊，你吃饭了没有？说了。哎，我今天烧了最好吃的菜，你吃一点好不好？哎呀，对不起了，我今天吃饱了。明天吃。明天吃。哎，你在这玩玩啊！我要出去一下。哎呀，有什么好玩的，爷爷？哎，你出去干什么？我出去一趟。不，你坐，我们聊天啦。不是，我们聊些什么呢？我不要聊天啊，我要出去一趟。你在这啊？不行，来，我们你看这个电视很好玩呢。你看了动画片了，爆炸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要看电视。哎呀，你吃水果啊，水果很甜的了。哎，你吃。哎，你吃了，爷爷。你吃。哎，我不吃了，你吃。我剥给你吃。这样，谁赢了谁就吃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猜啊！预备，开始啊！1、2，你赢了，你吃，爷爷，你吃，来，先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不着急啊，吃慢点啊，我到那儿去有事儿啊。哎，林晓，我告诉你啊，爷爷要出去的话，你就打这个电话给这个司机，叫这个司机来接他出去玩，好吧？好。爷爷吃饱了没有啊？再猜。咪。再来一遍。咪。好，有进步。来了。哟，孙主任，哎，请进。爷爷，你来啦？哎，来了。哎，学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有很大的进步。哦，回去呀，好好练啊。哎，多亏林老师啊，你辛苦了。哎，没事儿。林老师，程初在家吗？哦，他还没下班呢。你有事吗？他一早就到居委会找我，说他丈母娘要开个牛奶亭，问我小区里有没有地方。要开牛奶亭？现在有一家售货亭在出让，我可以牵线，叫他们谈谈价钱嘛。这个事儿啊，还是让亚芬跟她妈妈商量商量再说吧。哎，那我等你的回音啊。哎，林老师，听说亚芬的爸爸很喜欢栽树种草啊。听亚芬说过这事儿。嘿嘿，我们居委会很关心老年人的业余生活，如果他愿意，可以参加小区的绿化小组嘛。好的。这事儿啊，还是我跟他谈谈嘛。哎，走了，孩子，咱们跟林老师再见。好，曲不离口，要天天练啊。哦，林老师，那我走了，下星期跟林再来。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下礼拜再来啊。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开牛奶亭。刚才啊，出版社王社长来电话了，说那本精品纺织开发的那本书啊，已经从各个书店都收回了，还找到了那个冒充我名字写书的人呢。哎，刚才孙主任来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亚芬妈妈托他找个地方，要开个牛奶亭。哦，这也真怪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热衷于做生意呀。嘿嘿，你不也热衷于教学生吗？手上有点工作做做，打发打发时间嘛。你还蛮理解他的嘛。我在一本书里看到的，有一位老年问题专家提出一项自助而助的方法，根据老年人的能力、身体状况，从事一种有收入的工作，使老年人变被动消费者为产销合一者，这样既保证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，又能够维护老年人的尊严。哎，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呀。亚芬妈不自觉地实行了。嚯，你还真为他找理论根据呢。
哎呀，反正我觉得这卖牛奶起早贪黑太辛苦了，不叫打发时间，也不叫自助，是在找罪受。哎呀，我的太太，她为什么开店我也不知道啊，也不需要我们去管。不要对亲家妄加评论，这样会引起矛盾的。你不是很怕引起矛盾吗？我们俩不是在家说说吗？你干嘛那么认真呢？哎，说习惯了，一不小心在他们面前流露了，这不但使两家失去和睦，而且也会引起我们家庭的混乱呢。你真是的，哦，好像我在亲家面前说错了什么话一样。哎，我这个人呢，做人一向是小心翼翼的。哈，我才说了一句，没说完你就没完没了的长篇教训我。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的腰，慢点，慢点。爷爷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啊，哟，你们在家里还手拉着手的，太要好了吧？我见过的老夫老妻当中啊，你们是最要好的一对了。别人到了60多岁啊，都成了冤家对头了。哟，你这是从哪儿发现的？我同学的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这样，因为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吧，一点新鲜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在对方的心里啊，就沉淀了最坏的东西。我外公外婆就是例子啊。笑笑啊，你这种理论我是第一次听到啊。不过，哎，还是有些道理啊。那是当然了。笑笑说的有道理，你爷爷呀还在教训我、责备我呢。他责备你，他心疼你还来不及呢。哎，他呀说我处理不好和你外婆的关系。哎，我是在想啊，这亲家搬进来，天天会见面的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期共存、友好相处的5项原则。哦，爷爷在处理外交事务呢。哎，亲戚邻里之间啊，就要像处理外交关系一样的小心谨慎啊。哎，他们家的内政啊，我们还是不要议论为好。哎呀，我是觉得这60多岁的人了，要开牛奶亭，于心不忍。什么？我外婆要摆牛奶摊儿？开牛奶亭？都一样啊，这像什么样子啊？咱们这是高档的住宅小区，又不是外婆的老房子。而且啊，外婆60多岁的年纪了，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多累啊！不行，我得去跟她说。哎，笑笑，你不能去。你们不能说，我说不要紧啊，我有我自己的办法。笑笑，外婆，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啊？你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你应该想想清福了。你看，你可以搓搓麻将啊，可以跳跳舞啊，还可以跟外公到外地旅游旅游啊。哦呦，开什么牛奶亭啊？笑笑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开牛奶亭啊？爷爷奶奶说的。哦，他们还说了什么？他们倒没说什么，可我觉得没意思啊。还有啊，外婆，我们居民层次、生活水平都很高啊。你开牛奶亭，他们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你的。什么眼光？轻视的眼光，或者啊，不用正视的眼光看你。真的。这是不是你爷爷奶奶的意思啊？哼，笑笑，外婆是自食其力，我又不是干见不得人的事了，管人家用什么眼光看我？哎，外婆，我是来劝你的，你就听我一次，别开牛奶亭了，好不好？外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外婆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听我的。哎，我给程初打电话。哼。哎，怎么了妈？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没有，我没说过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原来你没有去给我找开店的地方，而是跟你父母商量着要让我开不成喽。哼，你们的意思啊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不是啊妈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其实呢，我已经找过居委会的孙主任谈过这事儿了，他答应帮我们忙的嘛。你们是李家，我们是方家，方家的事情摊不了你们李家的台，你们的层次高，跟我不搭界。
哎，不是妈，你听我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绝对没有跟我父母说起过这件事情嘛。以后啊，我们方家的事不要你们管，我也不会来麻烦你了。哎，妈，我。你说这笑笑到外婆家也不知怎么说的。我早跟你说过了，是非从口出，说话需小心，为人之道是不揭人短，不说人不爱听的话，哪怕你说的是对的，还是不说为好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关心他吗？关心也大有学问呐，关心的不得法，反而会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啊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呐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哎，我还是过去看看，免得他外婆呀理解上有误会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好。哎，程初啊，家庭第2次战役又开始了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丈母娘跟我父母干上了，又把矛头指向我，你叫我怎么办？程初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两亲家呢，本来就是一个矛和一个盾来着，啊，你非要把他们放在一起。其实两亲家住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是2个城市啊，甚至是2个国家。如果你非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啊，你惨了。你现在啊还有2个妈，等到时候啊1个妈也没有了。哼，不要等以后了。我刚才跟他说话，我叫他，他就挂线了。程初啊，亲人和骨肉啊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两亲家关系好坏啊，关键就是你这小辈。你父母和你岳父母原本是不认识的，因为你和你爱人结合了，他们才搭上关系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搭上了。什么搭上了？那么难听。那既然你们硬把他们拉到一块儿了，那你就有责任使他们好好的相处。出现了问题呢，你也有责任去修补弥合，这才是孝顺。关公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孝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顺。程初，你想想，如果你什么事情不论青红皂白都顺着他们，到时候你的脑子就会夹在中间，夹得你气儿都喘不过来。哼，夹就夹喽，我出生的时候就是用产钳给夹出来的嘛，已经夹过1次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好了，我回家了，我救火去喽。来了。亚芬妈，我来看看你。啊，亚芬爸不在啊？不在。啊，我来给你送盒点心。这么客气干什么？程初爸爸刚买来的，挺新鲜的，尝尝吧。我什么点心都吃过，你拿回去吧。哎呀，他买了2盒，我们也吃不了。吃不了了给我，我不成了要饭的了。你拿回去，拿回去，别客气，你拿走。刚才啊，笑笑来过了，传达了你们的精神。我看牛奶亭档次低，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，丢了你们家的脸了。亚芬妈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你误会了。哎呀，程初妈，我年纪虽然大了，可我的神经还是很敏感的。只要身上的衣服动，我就知道是哪吹来的风。亚芬妈，你看不起我，我不在乎。我们做工人的就是要靠做工过日子嘛，不偷不抢，能让日子过好一点，我还觉得光彩呢。亚芬妈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们家现在是比你们家穷，可是你们家也有落难的时候啊。60年代的时候，你们家都全家扫地出门了呢，你还看不起我开牛奶亭的，这比你以前的情景不是强多了吗？亚芬妈，你真的是误会我了。没什么误会的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哼，再说也多余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！好，那我就不惹你生气了。我走了啊。
把蛋糕拿走，我们家不贪你们家的东西。哼！了不起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妈她怎么了？程初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别到我这儿来。那牛奶瓶我不要了，我不卖牛奶了。哎呀，妈，你误会了，你至少是误会我了。我刚才听居委会的孙主任说啊，有个牛奶亭要出让，我已经带你答应买下来了。真的妈，我特地来啊，就是让你去看看这牛奶亭啊，满意不满意？很近的，去看看吧。啊，妈，那个牛奶亭啊很抢手的，很多人都等着要呢。要是满意的话，我马上付钱，否则啊那就被抢走了。啊，哎，去看看了，去呀！哎，哎，说不叫你管这事儿，看，管出眼泪来了吧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这个事儿嘛，不要去计较。好了好了，太太好了。妈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啊。爸，肯定是你欺负妈了。我怎么敢欺负她呀？她在外头受了点委屈。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受过这种欺负，我是好心，却得到他一顿骂。谁骂你了？亚芬妈妈。我一直知道他的脾气很倔的，可没想到他是个蛮不讲理的人。你们没看到他那张脸有多凶啊，就像庙里的4大金刚一样。好了好了，我说妈，你惹不起他你就躲呀，你干嘛去跟他见面呢？我就想我们亲家之间有个来往嘛。我好心给他送蛋糕，可给他扔到地上去了。亚芬他妈妈呀，就是没有文化水准，说话也没有水平。我们就当吃一次亏，受一次教训，以后啊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妈，我刚刚给你买了一套服装，3000块呢，快试试看。好，我去看爷爷了。哎，好。啊。哟，嫂子，你下班了？来来来，你们到里面来看看吧。啊，我这个房子呀不小，有10个平方米。当初我造这个亭子的时候啊，花了不少钱，要不然是批不下来的。你转让卖多少钱？2万。2万呐！啊，2万好贵的哦，2万贵了。哎呀，老哥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最次的房子也要2、3千一个平方，而且只能住人。我这儿不一样啊，还可以做生意啊。这么说来，2万不贵哦。2万？你老虎肉啊！哎，这2、3千一个平方，那是商品房，有产权的。你有产权吗？再说了，这售货亭是居委会照顾困难户，所以才让造的，它随时随地都能拆的呀。啊，你用商品房来算，你算盘也太精了啊！老太太，你精明，还个价吧。5000。啊！我造这房子接电线还不值这些钱呢，你让我这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啊！哎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亭子关掉啊？说明这儿没有生意呀。没有生意的店面是不值钱的。
我给你5000就算多的了啊！你这个账啊，可以这么算，但是我不卖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呐，可以漫天要价，也可以落地还价。哎，我说了，你还可以谈嘛，哪有这样的生意？哦，2、3句话就谈成了。好，咱们是邻居，亏我就亏了，15000。8000。12000。1万。12000，我是最低价，少1分钱我就不卖了。那我也不要了。不要拉倒，要的人多的是呢。妈，哎呀，你不是看中了吗？就差2000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看是看中了，最多只值1万，多了不合算。哎呀妈，这2000我出了。你的钱也是钱呐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也不管你爸爸反对不反对，我在天津里就开个小店吧。哎，妈，不可以的，这个天津里不能开店的，爸爸知道以后要跟你吵架的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回去了。哎，喂，你刚才说的是12000是吧？好，12000啊！那好啊，我们约个时间到居委会去办个合同手续，怎么样？好，当然可以了。但是签合同的时候啊，你要写1万啊。那2000呢，我先给你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。总之呢，就这么做了。那个妈妈呢是给你1万块钱，2000呢是我给你的啊。你说说看，但是你不能告诉他这钱是我给你的啊。我不管，我只要收到12000就行了。哦，老哥啊，你妈我佩服，人精。其实你不过来啊，我就去找他了，1万块钱我也就卖给他了。笑笑呢？笑笑跟同学看戏去了，跟我说不回来吃晚饭了。啊，那我们吃吧，啊，我们吃吧。你们怎么了？程曦难得回家吃饭，你们都不说话。你们是看见程曦不高兴呢，还是我今天烧的菜不好吃呢？走，咱回家吃去。走，爸爸，回家吃去。爸爸，不在这儿。爷爷，坐下啊。爷爷，吃饭的时候是不可以讲话的，这是不卫生、不健康的表现。卫生的，你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请客啊，都要讲话的嘛。这个讲完那个讲，那个讲完那个讲，他们都要轮流讲的，还要拿着那个稿子念呢。但是平常吃饭的时候就不可以讲话。你看人家外国人吃饭讲不讲话呀？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和国际接轨啊，爷爷。你少说2句吧，什么卫生不卫生啊，和世界接轨啊？他还以为你在讽刺他妈妈呢。我完全没想到。要在平时啊，亚芬也不会计较，可是今天有他妈妈的事情掺和在里头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对亲家的事要少说话，少做事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现在惹出事来了吧？程初啊，你要妥善处理呀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阿芬呐，你好好吃着饭，你看看你干嘛生气呢？你妹妹说的叫什么话？讽刺我啊？她不是故意讽刺你的，我想她呢是刚才看到吃饭人每个人都不出声，太安静了，故意找些话聊天。你要知道程曦为人的。她怎么说我妈的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她倒好，平时什么事都不管，全天候在外头工作。现在倒要来管事儿了，而且就拿我妈开刀，这算什么呀？她要管的话，今后你爸爸妈妈归她管好了。阿芬呐，
我跟你说呀，我和程曦呢是合作分工，他负责照顾爷爷，我负责照顾爸爸妈妈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的事儿呢，他根本不知道的嘛。我和爸爸都批评过他了，他这样的做人方式呢是不对的。啊，你和他感情一向不错，就当原谅他一次算了嘛，好不好？那你妈呢？她怎么说的？她说我妈的脸像庙里的4大金刚，凶神恶煞的。不过说句实话呢，当时你妈那个样子呢，凶神恶煞。虽然不是凶神恶煞，但是样子也不太好看呢。阿芬，我妈妈她也是有自尊心的嘛，说上一句不满意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嘛。你这是在帮你妈妈说话。我妈开店，一是想手上有点事儿做，解解寂寞；另外，她也不想再拿我们每个月给她的1000块钱补贴了。她条件没这儿好，也想改善改善。快70岁的人了，容易吗？怎么就没有人理解她呢？不够再加到够为止，好了吧？她有自尊心，不是你妈才有自尊心呢。嘘，不要那么大声嘛。他们能说，我也能说。我爸妈就那么孤单的一对儿，我不护着谁护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许别人欺负他们，这点你给我记清楚了。哎，阿芬，到哪去啊？你爸妈要儿孙照顾，我爸妈也得有人陪着。阿芬，阿芬，喂，何爷，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儿？怎么，我不能打电话给你吗？我现在一个人坐在咖啡厅，又没地方去。我忽然想到你，你可不可以出来陪我坐一会儿？我现在家里有事儿，恐怕出不来的。没关系，我只想找个人聊一下天。我真后悔当初没有买一套装修好的房子，不然现在就可以搬进去。程初，如果你把家里的事解决好了，觉得慢的话，给我打电话，陪我坐一会儿。我今天晚上可能在咖啡厅里过了。贺爷啊，你这样下去不行的，不如先回家，啊，有什么事儿呢？明天回公司再说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啊。阿芬呢？阿芬，这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一向是度量很大的吗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少拍马屁啊！哎呀，你一向是个性豁达、处事大度、有全局观念的人吗？今天怎么就胡闹起来了呢？啊，来，到这边坐。来呀，坐下了，坐了。干嘛坐啊？哎，坐下嘛，坐了。啊，那，哎，坐了吧？啊，干净了啊。阿芬呐，自从我们结婚以后呢，好久没到这儿来散步啊，谈心呐。哇，今天晚上月亮好漂亮哦。哎呀，今天这个风啊，好凉啊，风吹得凉啊。哎呀，你看这地上长的绿草，那多绿啊，真可爱呀。你有病啊！哎，阿芬呐。哎呀，干什么啊？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？干什么嘛？那么晚了，怎么会有人看见我们呢？就算看见没关系了，我们是夫妻嘛，做什么都合法的嘛。挨近点吧。阿芬，你今天的脾气呢是大了点啊。这事关我的父母，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，不然的话，今后他们要被别人随便欺负了。老实说呢，你妈确实不太讲道理。她是我妈，她不对，只有我能说她，不许别人讲她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把位置搞错了啊。
我怎么错了？那我解释给你听啊，在4个老人面前呢，你和我应该是在当中的不偏不倚的，这要讲究距离的。但是呢，在适当的时候呢，又要贴近他们，你明不明白？你一会儿要距离，一会儿贴近的，太深奥了，我不懂。贴近的意思呢，就是用真情去关心他们；距离呢，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去调节老人家之间的矛盾，不要搅到当中去啊。可人总是要偏向自己的父母的呀。 4个人呢都是我们的父母，同老人家相处啊，那是一门学问，这和研究宇宙学一样，那是个大学问呐。你是在跟我进行学术讨论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和你呢统一思想。如果你偏心你的父母啊，那么这场家庭战争啊就要打起来了，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开进来呢，也解决不了问题了。说真的，我不喜欢战争了，你喜欢？我又不是希特勒。 这句话才有哲理了。所以呢，我们2个呀，一定要克服这个内战，你知不知道？那，去告诉你妈啊，牛奶瓶已经买下来了。啊！你帮我妈买了牛奶瓶了？哼，小事一桩哦。亚芬呐，今后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的。 我们约法3章，我们先不要不高兴，应该手拉手来解决问题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啦，啰嗦。走。哎，拉拉手来表示一下，不准赖啊！这样不行的了，大拇指要亲一下了。行了吧？还不行，最后要亲一下脸了。你想得美啊你！走了走了。哟，买下来啦！哎呦，我呀说了不少好话，他才松口的。哎妈，明天签个合同啊，那亭子就归你了。妈，程初说了，如果您钱不够啊，我们有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做生意的本钱我自己来。不过妈，亭子虽然是买下来了，可是牛奶生意啊，你是一下做不了的。为什么？我不卖牛奶，买亭子干什么？妈，你要知道啊，牛奶制品呢是最难保存的了。 非得要用冰柜，就是用冰柜呢，保存期也是很短的。更何况居委会主任老孙帮我们调查过了，说在附近呢又有2家食品店要开张，都卖奶制品的。这样一来啊，就奶天奶地了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让我呀，明天不要去订合同，也不要买那个亭子。说到底呀，你是反对我做这件事。你昨天跟小老板去谈，是谈给我看的。 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妈。哎呀，妈，程初他是实事求是。你看啊，现在竞争那么激烈，生意怎么会好呢？弄不好啊，连本钱都拿不回来。生意人人会做，各有巧妙不同。哎，我干了几10年的营业员，我还当过商店的经理。 我有我的一套。妈，我提个建议好不好啊？我们呢就不买牛奶了，开个售货亭卖杂货，卖油盐酱醋茶糖，一样可以啦。买这种会有生意啊？那当然有啦。我住在这儿，我知道的了。这儿的居民呢都要买杂货的嘛，但是杂货店呢离这又很远，大家呢就懒得走了吗？你呢开个杂货店，肯定生意好了。对啊，妈。 你不是也老说，为了买那么一点点小东西，就要跑到小区外面去，实在是很不方便吗？啊？绝对是这样啦。到时候呢，把那个售货亭呢装修的漂亮一些，包装的好一点，一定招揽顾客的。对，好，那我就听你们的。我有的是关系，还有进货渠道。只是商店门面得你负责装修哦。 当然是我负责了，我是搞美术的嘛。到时候我就包你这个杂货店呢，是独一无二的漂亮，为小区争光啊！妈，我看这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喂，是，我马上就来。哎呀，老婆，我要出去一下了。哟，都这么晚了，什么急事儿啊？ 我们为南山房产设计的事儿呢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刚才呢关公来电话要我去一次，我会很快回来的。那你去吧，早去早回啊。
早点回家啊。哎妈，我去了啊。哎，这汽水多喝没有益处的。哎呦，你看他这个妈人啊。我们把那个亭子啊。搞不懂老的到底什么想法，也担心小的没有时间陪他。爱人他究竟爱我还是他的家？好男人夹在中间不敢说